我们俩邻居了有10几年吧，跟黄永玉邻居，对，他们那时候多大？50岁。所以他看到你的时候，你还是个小伙子。对，我刚读完书嘛。哇，你看，他上一次跟张国立老师念黄老的诗，信，他写给曹禺老师的一封信。曹公，曹公，你是我极尊重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所以那也是我的人生巅峰。之前其实我对黄老师的了解特别少，也是通过妈妈，她是他的超级大粉丝。妈妈的问题都是他现在还抽抖吗？然后或者说他现在还飙车吗？一直走啊。好嘞。您这会儿即将要见到黄老师，什么样的心情啊？兴奋呢。这都是属于就是国宝级的了，这个见一面简直就是太难了。马上要见到一个从14岁到98岁还在坚持创作的老人，怎么会不兴奋呢？您今天想买什么样的花送人呢？因为我想选一些比较特别一点的，就是不是你常看到的一些花。这个多漂亮啊！这个是龙须枣，但这个树有一个优点，就是讲你不接枣的时候，它的形也很美。冬天在外面都没有事，没事，没有问题。OK。在黄老的文章当中，他曾经写到，一位素受尊敬的大师的晚年艺术生涯，是需要更多自己的空间和时间的。勉强造访，徒增老人家情感上不必要的涟漪，是有点残忍。所以这次的拜访，我的心里真的是十分的忐忑。进去一会儿。一会儿把那个枣树啊，那个这小薛啊，你跟我说弄到花园里去，一会儿我把进花园。好，太好了，我马上就过来安排啊。黄老的家里有22只狗，12只猫，可是黄老是这些猫猫狗狗的最爱。我们一开始就讲好了，第一次见面呢，我们大家先聊聊天，千万不要惊动到老人家。所以我们的导演非常的紧张，就错过了我和黄老第一次见面的历史镜头，他只拍到了他自己的脚。那你们去的时候跟他说了没有？要拍一个东西，要做。我们有说，那可是他有讲说，第一天我们就先聊聊吧，聊聊天吧。聊了再说，是吧？对。可是后来他真的是慢慢，他觉得我们是尊重他。他聊了大概1个小时，说啊，你随便怎么拍都可以。这是我多年前从香港的报上读到的，在爱的国度，没有谁对不起谁，只有谁不懂得珍惜。怎么这么好？我当天看到这个报纸，我赶快把它抄下来。你没看，我就觉得我自己像个小学生一样，就听他讲故事呢，就是简直是对，确实好，好听。他说什么故事里边你都可以，他说什么都好听，就是真是说什么都奇怪啊好听。我跟你讲，他记忆力又好，每个人发生的所有的小细节他都记得。你将来可以常常来你们聊天啊，有空就来，不讨厌的话。聊天多好。他将他的一生都写成了一个个的故事。那天，他跟我们大家讲的第一个故事，就是他的初恋，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旭子所在的明教馆来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广东姑娘张梅溪，成为了所有人瞩目的对象。有一天，张梅溪在楼下试唱，在屋子里做木刻的旭子赶紧下楼来到后厅，贼似的站着一动也不动。他完全想不到，这个广东妹仔还有这一手，居然唱得那么讲究。真好，这么好，这么好。我在刻木刻，听到巴哈的圣母颂，我才赶下楼来，正好是波涛开始。我怕打扰你们，一直不敢出声。Miss 张，
你唱的真好，起初我还以为是收音机。我听你吹小号，你也学音乐的，贵姓？张，我刻木刻，喜欢一点音乐而已。木刻？是的，木刻。什么是木刻？用木板子刻出的画。为什么要用木板子刻画？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楼上小火炉子做了一壶水，我怕干了，我上去了。谢谢啊，谢谢。那你觉得是不是一见钟情呢？这个肯定的。梅西阿姨年轻的时候应该非常漂亮。非常漂亮，是啊，是非常漂亮啊。在七站区，约翰谋那里，他的大姐夫是做通讯兵团的副团长，管通讯。那我呢就在寻乌县县城一个报馆评办，用日本人打的评办。那么那个评办的社长啊，跟我好。我就在他寄居在他那，那么离我这位女朋友有70多里，我都来回走。最后一次，我走得很晚，都黄昏才到。忙着跟我炒饭呢，炒鸡蛋、炒饭。他们家里，他爸爸是打仗，也是个将军少将，家里就叫那个第三个老婆是丫头收房的，就看着我们，免得我把她带跑，就守了一晚。第二天再见，他站在山上很近。战局日益严峻。每每警报响起，大家会选择躲在桃江岸边的树林里。原先大家都是躲在一块儿，后来旭子和梅西会悄悄地躲在别的地方。他们早已选定了一个落脚点。可惜，要是买个泡着铁观音的小热水壶，顺带一对小茶杯多好，我们就可以把话讲得长一点。你忘记了，我还要上下班，还要回家。我只是说如果的话。要讲如果，我真希望有个窝，像这样子的，没有人打扰的。问你个问题：假如有人爱你了，你怎么办？这要看是谁。如果是我呢？你为什么现在才问？你问，我早答应了。这是一种宇宙默会，问不问其实关系不大，你说是不是？怎么关系不大？你爱我，我怎么晓得？我有点害怕，这方面我没有经验。你怎么好说经验呢？他用鼻子擦旭子下巴、脸和耳背后，细细长长的软草，照着阳光，叫做窝，也未尝不可。哇，这可是亲密耶！哇啊，这个太甜了。那什么叫宇宙默会？对，什么叫宇宙默会？可能就冥冥之中一定会有一种认可的东西吧，或者以现代人理解叫默契，或者是缘分。我不晓得那个时候，你觉得在那种有战局的时候啊，大家对爱情的这种感觉是自己很清楚，是说我想要有一份爱情呢，是有一个伴呢，还是真的是爱呢？因为我像我爸妈也是那个时候是抗战的时候，是我爸爸空军嘛，就勇敢就跟着就走了嘛。这些空军根本就是一上天，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不回来。可是他们爱了也就愿意，你真的没有想那么多大概啊。那个时代是不是就是这自由恋爱是刚刚有一些提倡，所以会不顾一切，特别兴奋，老觉得这种机会不表白就过去了。可能又不像现在，什么手机乱七八糟，时时刻刻都可以见，需要勇气的。你觉得现在年轻人在爱情方面会有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
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可能就是三观或者说是看法，对那个爱情的看法不一样吧。我觉得应该是结婚成本高吧。现在好多人，就是我朋友结婚的都说不敢结婚。爱情上知道的困难，那可很容易克服。怎么克服呢？很容易。但是他们俩遇到一个困难，就是梅西阿姨家里是大家庭，然后因为梅西是读书的人嘛，他知道这些规矩，对。两人恋爱后，梅西的家人看不起这个穷小子，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梅西十分苦恼。我二姐已把我许给她丈夫的同学了，他们都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上学。她要死要活跟我算账，说已经答应人家了，没脸见人。你跟她丈夫的同学见过面？那算什么？指腹为婚也要看指谁的腹。你姐姐的那个肚皮做不得准的。你想想看，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好烦，我每天都要回家听他们吵。正好，你就对他们说，再吵我就不回家了，我就跟张穗子走，看他们还敢不敢吵。万一我们分开了，怎么办？这一辈子，我不信会分开。别人让我们分开呢？别人算什么东西？我们是我们。真分开了，我会死。死面前，好多活路。真好，我真的觉得这句话特别棒啊！特别棒啊！死面前好多，就只有他能说出这话来。那到哪去了？这回赣州，然后就结婚。我就这样子就结婚了。那是结婚谁？我家里也没有人，怎么办呢？就把两个当年的老朋友，漫画家画三毛的张乐平，还有个陆志祥，那是做主介绍人，那边的有很多朋友。我们常讲，他真的有那种汉子，就说：“哎，这就是我的责任，我就做了，啊，怎么样？往前走吧，不要怕啊！”就他完全没有觉得任何东西会阻挡他，特别的直觉，特别的对任何事情都充满了希望。你看多少的人一想到说，哎呀要结婚了，我没房子，然后我要养这个家，我这个要生孩子，孩子念书，想8000个问题之后，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但之后他也要愿意下定决心去面对所有的反对跟后面一定会来临的这些困难，那他也要有这样的勇气。如果碰到像这样子一个男人，我想女人是有勇气的。我觉得只要男生够肯定，女生是一定会很勇敢。谢谢。在这儿啊，我们要等一下，因为他正在上海的前沿，这个情况下进去人他就会断了，所以就差一点。这里你可以看一下，真的好。你看这张啊，这是他90岁的那个展览，哇，就说要有一张功夫画，就是他画的有意思之处在哪？他没有这么大的桌子，他在这，他是卷着画的。但他已经有这张画在脑子里，所以他一边卷一展开就整个一点都没有。就是哦，这很厉害啊！他这个精彩，真的是啊！你说现在连那种细节，他都是这样卷着。对，他就心里有没有搞就是嘛。这也是因为他多年来都画这个东西，那个纯熟度是太了不起了。我刚刚写完最后一个字，
是啊，看到了上洗手间，是，然后你们就来了。是，我看了一遍，前面是字大，后面小。这个是上海的木刻展览会的前言，我的200-300块木刻，是几十年的，从小到现在的木刻，居然在身边。您到处背着走啊？大部分是背的，你不背的不行。但是有时候放在朋友那里，解放后再把它收，都能够集中，真是不简单。你每天工作多少小时？不算，没有算，反正早上起来就工作。早上起来，该办的事办完了，然后就写，主要写小说，画画不管，画画是有想到了就。不讲时间。今天呢，有好几个年轻人要问您一些问题，好不好？你看啊。Hello， 黄导您好，我是一名艺术爱好者，我非常的喜欢您。现在在人生中啊，经常会遇到一些让自己觉得特别艰难的时刻。我想请教一下您，在人生中遇到一些特别艰难的时刻，您都是怎么度过的？有没有特别好的一些调节的方式？我是自己培养自己，自己把自己养大的，读书也是自己找书读，是吧？一边走一边捡路边的知识也好，吃的也好，就是这样。黄老您好，我是一名媒体的从业工作者，然后之前听您说过，说人呢要活得有意思一点儿，但是现在大多数的年轻人普遍会觉得生活很无趣，所以想看看您对此有没有什么建议呢？我在电视里面看，这很有，自己觉得很有意思了，怎么会没有意思呢？是啊，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欢乐画家，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老人。我们都非常尊重您，就是现实题材怎么画，包括人物，包括我们的城市变化，包括我们的环保，包括我们美丽的少女和我们新的这个时装打扮，这个怎么画？你会画你就懂得怎么画，你都不会画当然画不出了，是吧？你先学会画画，是吧？然后要读书，我一起床。我就画画，画想什么画什么。比如我当导演拍电影，我也是从零开始学习啊。我先演戏，然后慢慢啊，我想写剧本，然后我就开始用我脑袋里出现的画面去拍电影，然后慢慢你才会找到一点点你自己所谓的自己的语言啊。很多年轻人都还是在一个摸索的状态中呢。所以我说这个画画的人，像跑马拉松的。慢慢的跑，旁边要是有人说你跑得不好，你大概不会停下来跟他吵。跑到终点不一定第一，是好的。对。人家问我，你写的无愁河，味道，开始吃不消，不习惯，慢慢看下去。才习惯。我说我很简单，我在考虑一个问题放在书上的时候，写不下去了。然而，但是啊，什么，不用它简直下不去了。这个时候怎么办？我就想着家乡的思维关系。为什么家乡讲话没有然而但是，他能够整句意思能够出来呢？节奏关系。所以我的书里头没有然而但是也，而且呀什么都没有。所以呢，人问我说用故乡的思维，碰到钉子。是不是有的时候是方言？是更容易，是的，是不是啊？它是单纯，
这是沈从文哈，沈先生，他们都是那个地方对乡土的那些东西，就是好像是从与生俱来骨子里的，就所有的思维都会从这块而来，这挺有意思的。包括那边说是出这个土匪，出这湘西嘛，对啊，所以他这个打架呀，这种彪悍都是这么来的。不管是你带着这个习气也好，或带着这个养分也好，或者是你一直想着我要脱离那个地方，然后以至于一辈子在跟这件事情做对抗，其实没有什么不好。对，不是我讲所谓的讲说相对的，对。那天我问黄老，我说黄老，如果说你选一篇东西让我念的话，你想会念哪一篇你写的东西呢？他马上就只能那边那个邵栩美，我写给邵栩美的那个讲邵栩美的那篇东西，就是可能对这个人，因为这个人跟他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中国新文化历史上没有人代替的真是委屈善良这么一个人。在国外帮助很多文化人，徐悲鸿、徐志摩这一帮来往的朋友，自己办的漫画杂志，让这个漫画家的活动真不得了。解放后没有人理，拿了一个碗见这个见，都是以前他周济过的朋友，不理不见。然后见到倒霉的沈从文，沈从文就带了他到处琉璃厂到处卖呀什么，最后是沈从文把他送回上海。我在家乡写了一首诗，很短很短。我说下雨天，谁不小心踩碎一只蝴蝶？下雨的石板路上，谁踩碎了一只蝴蝶？彩色斑斓的在石头上，所有的人都不注意它，也没有管它。生命的残渣紧咬我的心头，告诉我，那狠心的脚现在走到哪里了？还有在家里等他的妻子，那蝴蝶的妻子在家等，不敢想，另一只在家等他的蝴蝶。后来他女儿跟我们有来往，我就把这个画了一张画送给他女儿。这个人我来找。我当年在上海，也没有看他。没有看他的原因，很幼稚，看不起。现代的一些年轻人对很多的老艺术家，都是非常陌生的。甚至我自己，我可能也很多作家或者对他们的作品的东西，我们都不太了解了，都没有办法有人再告诉我们，再带着我们去听或去看他们所写的东西。那像这次看黄老写的东西，你就会觉得说是看不完的。对，而且特别智慧啊。就是，而且他那种态度是令你惊讶的。我在分期，我也在画画，也得青年孩子们就在看，画的真好啊什么的。我说那个画，山上那个老人家好，不光是好，而且是全世界第一的。这个 Da Vinci 的啊。我在米兰的美术学院院长办公室挂的好多画家的原作，有一幅是Da Vinci画的一个女像，我站在那里我就走不动，不能走了，光线从上面来到眼睫毛，眼睫毛那个影子在眼膜上留了一道影子，再下来到眼睛。我说拿什么画的这个样子好？
你首先你自己要看到，是，你要理解，是，你要感觉到。那我就感觉不到，怎么眼睛嘛会有影子？感觉到你要做得到，做到是。你手也不轻不重，有全局的观念，然后掌握了那一点影子。说的我有点感动，很感动啊，是啊。他给我讲过一个他的故事，就是到黄山，他就去做写生，然后呢，他就说每天在一个山上那儿画，然后有一天就来了个女人，大概是中年人，就在那儿看画，画了他也没注意走，他每天都来看，后来两个人就搭讪，就说起来聊天，后来就离了个地址。过了很久以后，这个女的给他来了封信，就说我要感谢你，你救了我。他到黄山是想自杀的。看了黄先生的画以后，就觉得生活其实是很多东西是非常美好的。你想，他那个画一定会给这个女人有看到睫毛那个光的时候那种感觉，那一刹那就打到那个女人心里了。否则的话，一张普通的画不会有这种感觉的。咱们去现在回想，对吧？就是有些东西让你改变意念的时候，一定是那束光。第二天拜访结束后，黄老邀请大家一起去吃火锅。他说他最喜欢毛肚。那天晚上，他真的吃了一大盆毛肚，牙齿还真好。我们说，我鼻子我们说了。来点吧，一点啊，看是不是这样？闻这个味道挺好。黄老坚持吃饭的时候不能工作。我们两位年轻人坐下来吧，我给他们拿下来啊。对，坐下了，坐下了。我先给他们拿个。哇哦，这里应该算是工作室了。老人家用的画画的东西。这是画案。那他就在这上面工作的时候，对，在这上面画画。然后这个现在这个墙上这是一张画，他还没画完，画了7%-80%了吧？这几块是好的金丝楠木。是苗子伯伯写的字，当时站在桌子上写的。OK。给他写。在颐和园见到个女孩子，你很漂亮，可能自己不知道。你很潇洒，是在工厂里练的吧？干嘛你一个人到颐和园来？没带水壶，口干了怎么办？你口袋里有钱，我知道你不会乱花。你一个人在谐趣园逛来逛去，踢里塔啦，穿一套沾满油灰的工作服，手里拿着一根杨柳枝。你才16、17吧，那么心不在焉。你那副样子，没有男孩子敢惹你。我多么想跟你说话，我也不敢，因为我也有个跟你一样大的女儿，她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爷爷，哎呦，烧个，你看在爷爷那儿呢，你趴下嘛，大哥大趴下，哎，趴下，哎，你看爷爷呢，爷爷是，轻轻的，哎，不能使劲，哎，轻轻的。那在意大利也养了很多狗狗是吧？现在只有1只，我有3匹小马。哦，我们那个坡上有很多橄榄树，橄榄树底下有很多草，那个草好漂亮的一种，像头发一样的草，但是得请人割，不割就不好。那结果怎么办呢？就养马去吃。其实妈妈要是没和爸爸一起，自己是一定不会养什么动物的。她天生不是那类人，但过着过着就过到一块儿了。还有雅兴将动物们的故事一一道来。妈妈写故事，爸爸开夜车、刻木刻、印插画。60多年之后的突变令人费解。妈妈手中的笔仍是不停，但只专注于画，一画便是数百张。还在北京画院开了个画展，而爸爸似乎是受妈妈传染，时不时地撂下画笔，趴在书桌上写起来。说不定有一天爸爸出书，妈妈也为他画个什么插画什么的。世界上真是没有不可能的事。是的，世界上真的是没有不可能的事。真的是没有想到，我们还有第3次的拜访，而且黄老特别的为我们安排了去吃烤全羊。上海的展览会的稿子、书法都完了。来，把这放在上头。但是也没有，这是我从日本抱着回来的，我是够沉的了。30年前，今天好了，今天怎么泡茶？说到喝茶，他以前在文昌阁小学教员准备室，从来就有2把给先生预备的洋铁壶，烧出来的开水总是有股铁锈味儿。在文昌阁做过先生的，都会难忘这个印象。不知道现在还用不用洋铁壶烧开水泡茶？大家，哎，你看这把茶不用了，是换哦，所以拿来就真用了，就这是其中一件。这画的是谁？他这话说这漫不经心的。上面他写的就是爱了你把我怎样，然后画了以后觉得好玩儿，所以就画100多个茶壶。你是不是也有演过谁？我是宋江，这里面有宋江，凡事酒醒才清楚明白。来了，武大郎，这是李师师，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个是不让展览的，展览不能展，好多人在小便。小便。这个拿出来，大家都会喜欢啊，这多好啊！这是蒲公英，哎，这个也美，哟，这个好美。这个好美哦。这个是要小，同时要知道这个陶器的它能够表现你的线度。你比如那种完整的那颗蒲公英，你怎么的画的？它的透明要有一个立体感。是，很美。那个做起来就很过瘾。反正是。一要开心就特别开心。是吧？我们今天应该是还是请壮壮导演念他那一篇东西做结束。他
他是有一个什么代表团要出国，然后呢，让黄老呢画一张凤凰涅槃，他就用了1个月时间就把这张画画出来了。画出来以后呢，这团长呢就跟这个黄老说：“您给我找一个简单的解释一下什么叫凤凰涅槃。”他就认为这件事太容易了，他就回去找了词源、词海、中华大词典、佛学大词典、人民日报资料室，整个北京城连和尚的方丈都问到了，没有一个人知道说得出来。他说这突然间就把他难住了，3天的事情，他就想起钱老太太，就钱钟书，然后他就给他打一电话，他说钱先生平时绝不敢打扰你，这一番我顾不得礼貌了，只好搬师傅下山。凤凰涅槃我查遍了北京城，原以为是容易事儿，这一趟难到我了，一点根据也查不出来。然后呢，钱先生在电话里就说了以下的这些话，真是学问人。凤凰跳到火里再生的故事，那是有的。古罗马钱币上有过浮雕纹样，也不是罗马的发明，可能是从希腊传过去的故事，说不定和埃及、中国都有点关系。这样吧，你去翻一下中文的《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第3本里可以找得到。你看看这是什么学问家？他说我马上找到了，解决了所有的问题。然后呢，钱先生过世以后呢，黄先生给钱先生写了一首诗。哭吧，森林。该哭的时候才哭。不过你已经没有眼泪，只剩下根的树不再活。所以今天的黄土是森林的过去。毁了森林，再下雨治水何用？更遥远的过去还有恐龙啊。今天给未来的孩子只留下灰烬吗？孩子终有一天不知道树是什么，他们呼吸干风，树未来的传说。那一天，如果还有一种生命叫做孩子的话，这句话太厉害了。看黄老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当你发现他确实在你生命里跟你有关照。你会觉得挺感慨的，真的很感慨，就是教育的问题。这个教育确确实实是，你像黄老啊、钱老，他们都是教书，其实都是在做教育，是生怕这些东西流失了。流失。而且我也是教书吧，后来也算是教书，也是越到后面越觉得教书真的重要。我觉得除了教书之外，还有就是我们自己留下来的什么东西，就是我们自己的作品，我觉得也是一种教书，你知道吗？就今天我们坐在这里讲的话，其实你只是用另外一种方式，也是用不同的方式去传播一些东西，去传播。是，当然是。你像中央党员讲说传播的重要性，是。到底我们留给下一代或者留给现在的孩子？那要鼓励他。其实你在做的事情跟他在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我想做的事情就是传递爱，就让很多没有我这么幸运的人一起感受到更多的爱。对。可是会不会有许多现代的有些人会觉得说，哦，你好奇怪哦，你讲的东西有点哇，你好唱高调啊，你是挺好的，你就没事就跟他们说，他不接受你也跟他说。对，我就是说我身边的那些朋友就是被我说对了。对，我有很多特别棒的朋友，他们都是被我说到志同道合的。就本来我们可能不是一条路，但说着说着我们就开始慢慢的，大家都是一条心的，想要一起做一些这样的事情。我现在是97岁，我认为在闭眼睛之前开一个展览，开这个展览会啊，作品是所有的同行没有见过的，我要很认真的来做这件事。如果我死了以后留下5个字，一个是爱，一个是怜悯，一个是感恩。爱很容易解释啊，不要恨啊。怜悯是什么？
怜悯那些强大欺负我们的人，弱的怜悯强者，感恩一切的友谊，包括这里面，对我们培养我们，跟我们教导的，养育我们的。记得一个外国老头曾经说过，事情一经开始就已完成一半，底下的一半就容易了。我很欣赏他这句话，仅仅是因为年纪大了，想找点有趣的事做做而已。长天之下，空耗双手，总是愁人的。您觉得青春是什么？青春啊，青春。我也不清楚，我没有想过。青春就是一辈子跟着你的事情。你现在还在青春。我在三里屯等待丁真，丁真珍珠，她应该是国内最年轻、最有号召力的旅游大使。为什么？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可是我听说她好像有一些胃痛。Hello， 这是这里。你好，请坐。哎，你的胃还痛吗？不痛。真的吗？你不要骗我哦。啊？这个有点打嗝。打嗝？对。我有带了仙丹给你。那，你就放嘴巴里哦。好的。把它咬破，真的。有没有很香、很强的一个味道？对，谢谢。会舒服一点哦。你想喝什么？喝什么都可以。喝什么都可以啊。你不要喝咖啡了啦。我们给你喝开水啊，开水，酸奶，酸奶可以。这个应该是你熟悉的吧？有没有很怀念？想了。有吗？你最想念哪一种东西？这个酸奶。这个上面是什么？人参果。哦，人参果。谢谢老师。是。这个酸奶还蛮好吃的呀。对，挺好吃。是这个味道吗？是，谢谢。你们平常在家里吃这些东西吗？吃。你会做吗？还是妈妈做？自己也做。人参果、酸奶啊，牛肉包子这些。牛肉包子。那如果你要介绍我到你的家乡礼堂去玩的话，你觉得你会介绍什么？毛鸭大草原、扎嘎深山、格尼深山、格尼镇呀，有很多地方。还有我们家乡有温泉。有温泉。可是那些地方我们都得骑马，对不对？
如果不会骑马怎么办？你骑，我牵着。你到了北京有去过什么地方？去了长城、天安门，然后上了很多节目，对，讲了很多话。对。那我们今天就不要讲话，好不好？好的。我让你休息休息。好的，谢谢。让你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好。我突然意识到，天哪，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应该让他坐在这里跟我聊天，这种方式完全不适合他。我突然想到周深那句话，尴尬。我都很想带你出去走走，不然你来了，你都不知道三里屯是怎么回事，对不对？三里屯。三里屯，很多北京的年轻人一到放假就很喜欢到这里来，可是我们的导演一定不让我带你出去走走，对不对，文祥？你一定不让我带他出去走走，你会不会很想出去走走看看？我们就偷偷出去走走，我带他出去走走，我们戴着口罩，我们出去走走，你们就不要那么多人跟我们就可以吗？出去。不能走太远。走太远。带你去走一圈。那个口罩。有点拘谨。他有点拘谨。他有点害羞。对。我有那么严肃吗？我们从这边呢，因为那边已经有人认出他，所以因为那边很多人看到你了，所以我不要让他们看到你。我们从这边走。真好，哎，真的没有人认出他，还是没有人会想到丁真会在这里逛街。这是做什么的？啊，它是一个装饰，这一家专门做眼镜的，很出名做眼镜的。你看，连店铺里的人都没有认出他。做了人买个眼镜吧。大猩猩。张老师还不错，带我们还走了一圈，看了一下。你会喜欢城市的生活吗？可以啊。有没有说想去看他们跳舞啊、音乐啊？有没有人带你去？不想去。啊？不想去。你到北京来有交很多朋友吗？有。都是同年纪的还是比你大的？比较大。是不是比较没有机会碰到同年纪的朋友？对。对啊。你看，像我们这种又是年纪很大的。你说你属蛇，对不对？我也属蛇。一样的。一样的。可是我比你大很多的蛇。我们也很希望带你去一些跟你同年纪的人。最想到北京以后，或者到城里面，你想去看什么？最喜欢骑马之类的。丁真骑马，特别邀请小伙伴棒少年大宝骑马。大宝是爱心棒球队的队长，他跟丁真的年纪只相差几岁，二人应该可以成为朋友吧。早安。早安。早上好。早上好。丁哥。这是大宝。你好。丁真。你昨天睡得好吗？睡得好。昨天晚上还有去工作。对。辛苦。
没有。啊？会不会很辛苦？不会。不会。来，你有看到马？还没有看到马？看到。啊？看到了。看到了。有没有开心？裤子跟 T 恤你需要换上，对吧？怎么样？啊，可以帅哦，很帅哦。走吧，牵着你的马进场地，注意离别的马要远一点啊。这不要的。要用上马蹬上马是为了缓解你上马给马背减轻它的负担。来给我。抓好缰绳，抓好缰绳，左手抓好缰绳，抓着点动吗？抓着，对。我给你调一下脚蹬啊，来脚蹬。他还是很配合，你知道，因为这里是马术的马场，所以不太一样。对，他在大草原。大草原那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对。脚后跟往下，脚后跟往脚前掌最宽的地方踩脚蹬，脚后跟往下沉下来，重心下来，脚不要往前蹬啊，屁股往前坐。你知道怎么骑对吧？对。怎么让马走，怎么让马停，然后转方向，知道怎么走对吗？知道。可以走了。脚要放好你的位置啊，对，坐直。教练是把他当作是个新人是吧？这是世界奇观，是有人教他骑马，但他们这里是以安全为主嘛，他就怕他有问题，而且他这里的马，他觉得可能跟丁真那边骑马的方式不一样。不要一只手抓缰绳啊。没事。没。我平时这样骑的。好高啊！太硬了，这可以。敢跳吗？这个马可以不？它可以，你不可以。我可以啊。你可以吗？要不你可以抖一下地杆，你抖一抖，感觉一下好吗？可以。咱不着急，不着急，你别跳。哎，等会儿你别跑，我跟你跟不上。哎呀，咱别走了，咱停会儿。哦，给他上个杆了，给你增加点难度。可以。这个加难度了。对，你觉得行吗？没问题，没问题啊。他来了。你看今天可是要接受挑战，哇！完全没有挑战力。像大宝就是太高了。哇哦！可以。太低了，是不是？太低了啊！感觉如何？太低了。我们一起来吧。我来，等会儿我让他跑都跑不起来。大宝，哎，我终于看到他开心的笑了。可是，我也看到了大宝的尴尬。你骑了多少年的马？小的大骑。从小啊。我觉得我还是错了。其实我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做朋友，而且能够一块儿自在的一起玩一玩。跑！哇，我也不会打，我也不会打。你看他们那么小孩子在打棒球。加油！
我是书记，你是谁来？师爷好 ，Hello， 师爷好，这个是丁真，哦，这是师爷，好帅呀，好帅啊！您那么帅，他们其他这么帅啊？没想那么帅啊？啊，没想这么帅啊！是啊，他就是很帅的。快点，快点！传球右手。哇！哎呀 ，Hello。好。他汉语懂吗？汉语懂。他就是有点说的有点慢。对。对。他已经进步很多了。很多了。进步很多了。那咱们去练习棒球。你去练习棒球，带他去练习棒球。好，行，走。丁真，马虎。你很哥好，哥好。哎，这是小双。小双。他们这3个都是在这个基地比较长时间的。爱心棒球队的最初起因，就是希望用爱心、用棒球，来改变一些在偏远山区贫困家庭孩子们的一生。在2015年，孙林峰教练创立了棒球基地，小球员的年纪呢，就是从6岁到15岁。他们要学习棒球技术，要懂得纪律，要经历比赛的输赢，要念书增知识，更要学会做人。这里的灵魂人物是孙教练的师傅张景星，孩子们都尊称他为师爷。或许很多人还不认识爱心棒球队，可是一旦认识了，你们就很难不疼爱他们。非要我练一下，非要我打一下。可以，那咱们先做准备活动，就是。哎呦，年纪大的人不能做这个。哎呀，你幅度可以小点，不行，幅度可以小点。给。你俩带张老师吧。行，对。对。咱们可以拨球，打球，对，打得好。好。对 ，OK， 这儿。能找着那感觉了吗？就是球进兜的感觉。可以。跑。对。看啊，你就把手放到胸前，球在哪，手心朝哪。不要对 ，OK。哎，对。嚯！要等我握到了。对。等他进来，但是等他进来。对，就这么简单。等他进来。哎，漂亮。上窝上对，不会掉，而且打着也不疼，因为这边。可是我老觉得会滑出去的感觉，会不会？不滑。这个太沉了，那怎么办？这就行。这还行吧 ？OK。对，平行站着。对，直接交左打。然后呢，右手在下，左手在上，这样并上。对，手要并上。对，放到肩膀上。有2种，第一种是这样，一会儿这儿放松，对，放到这儿，然后呢球，它棒球是1、2、3、4，分为4个岛，这4个岛上你得全都经过一遍，最终回到你出发的点，然后转。哎，对，往前，对。你看，可以，很好。哎，漂亮 ，OK， 可以啊，这对，哎，漂亮，可以了。我觉得棒球和其他的运动都不一样，就是它得用人去得分，它不能靠球啊之类的，他人踩到哪家才算得分。孙教练以前也老说，就棒球场上最考验的。就这个球员的价值。传球，哎，漂亮。没事，你可以给他传过去。对，你给我传过来。哎，对。我几个。哎，没个，我的手里。就是。你刚刚这个球没进来，你就捏手套了，等球进来再捏。对，你要跟这个球有节奏，胖，球到我手上捏，可以，球到我手上捏。来，说咱们比个赛吧。比赛。对。行不行？你俩一组，咱俩一组，来面对面，这。对，往这边来。比赛你打到最后一局，如果还是平局的话，还会可以继续。如果你要是前面落后，后面不努力的话，就永远都超不了。对。哎呀，好，预备，开始。好。
哦，不要抛，不要抛。对，这么抓，这么抓，这么抓。对，使劲，拿起来。没事。快，拿球，再来，漂亮！哎，快！点球快啊！加油！再远一点，传，再远一点，耶！射！哇！哎，使劲，你再追，你再去！赶紧！小心把握！好美！把握！哇！可以。不错啊，他。你是往回使劲扔。咱比人扔得远。预备，接！哦。可以。漂亮。对。漂亮。赶紧往前走，到，走吧。快点！还快不了。哎呀，这花儿，你那个太慢了。你要拿通话呢，拿脏一点，都听见。哇，全部都到了吗？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的念诵会。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远道来的这个嘉宾，是从礼堂来的丁真。我相信丁真自己大概也没有想到过，你会来到一个棒球基地吧？没有想过啊。那你们有没有想过说你们会跟丁真跑去骑马呢？没有。本来我们今天一开始呢，我们应该是请我们的嘉宾来念诵，可是我们的嘉宾说他有一点紧张，所以我想说，对，也对，应该这里我们应该请主人先念，对不对？我看有一个人在那边这样子一直这样摸头。好，我们先欢迎大宝来念他的文本，好不好？好。上。这个文本呢，其实我也没想到能从那个老师那儿找到，因为我也自己原来写的这些，然后感觉特别有意思，然后今天分享给大家，就是在刚来基地。当时我感觉我自身有很多的问题，然后自己列个计划，先从自己开始加强，才能带好大家一起可以训练，然后好好学习，以后可以报答国家。好，今天开始准备按计划开始，就是晚上9点上床，9点半必须睡着。2是早晚刷牙，用洗面奶好好洗脸。3早上6点起床。5是不骂人，不说脏话。6不对别人生气发脾气。7晚上写一篇字贴，然后加油。大宝，你第4点没念。对，我也觉得什么1、2、3就直接蹦5了呢。啊，最好的就是那条。4是对镜子每天笑一个。大宝是从这儿，从刚建基地，他就是大哥，他这是最大，所以他永远知道照顾着别人，顾及别人。是大宝今天，我都说他特别成熟啊，特别成熟。这个是开关，这是开关，对，现在已经开了。不是张阿姨，您现在叫他们都安静，然后坐好，然后就说一下这雪糕是谁给的。他说你曾经去过他家，他见过你。那在团队里边生活，他就知道那个互相担待，互相帮助。他从小就知道照顾别人。是，就是这种东西看着让人心酸。心酸，对。不愿做努力的人，不是努力，是奴隶。奴隶的人们，努力和奴隶知道啥区别吗？努力就是你打棒球，慢慢跑。起来！我让你唱。不想做人。你要想笑，咱俩去外边去。
妈，你给我们唱首歌。你是不是喜欢唱藏族歌啊？对。藏语阿舅哥哥什么意思？阿舅哥哥。啥意思？我喜欢你的意思。那藏语我喜欢你咋说呀？我接了个。哎，不知。阿舅哥哥和拉舅哥哥。我觉得区别不大。你骑马特别厉害，喜欢骑马上。你叫什么名字？珍珠吧。对，是。也叫金钟。珍珠。金珠。我们基地有匹小马，你要不要看看我们的小马？可以。可以啊，走吧。你喜欢三国里的赤兔吗？这是赵云的马。吕布的。哦，对。吕布。喜欢。喜欢吗？你就见过易烊千玺啊？他跟您聊过天吗？没有。没有。哎，我给你摘个吃的吃，是不是？可以。我去电影节的时候，我也看见易烊千玺了。他找我要签名，我就跑厕所里去了，不敢出来了。这个没有打过药，你尝一个。没事。酸不酸？酸。所以得马虎刚来的时候，他那个性就没办法开始练，就得融不到一块儿，逮谁打谁。我也打过他一次，他要打老师，我揍他了，揍他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揍你。老师教练就是家长，你这个问题是品质问题，最基本的你都做不到，是不是？你把你的精力，你这么好的身体条件，干嘛不用啊？有劲儿，能跑。用在棒球上了，那是你前途。这个总结是我在2021年5月11日写的，当时写这个总结的时候是师爷让我们写的，因为我们每一周或是1个月都要写一次总结，要总结出我们这1个月或这1个星期的每一次的你自己犯的错误，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念一下我的我的总结。2021年5月11日星期二，总结，在这3周里，我主要问题变得比以前懒散了，然后没有组织性、纪律性了，还有没有经过教练同意去碰电器。其实我的手病有很多，手病，我就像一个长了一后背刺的一个人。你干嘛？不好！这些刺全都是不好的刺。说了，千万别惹我吃，逗谁啊？你看那个东西。但是我想把这些不好的刺拔下来，我会把这些不好的刺拔完。我以后要多给这些小队员做表率作用，也要多帮助小队员。我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U15大队员骂脏话的比较多。总结人马虎。马虎，来，你的刺在哪里？在一背，就是现在看不见。看不见。对。还有刺吗？还有好多。还有好多刺。对。怎么会长那么多刺呢？就是在家里边比较野性，所以妈妈就是跟着哄子，就妈妈就给印上去了。我也不知道怎么长上去的。可是来到这儿的时候，是一个刺儿一个刺儿这样拔，是不是？对。谁拔的最多？孙教练和师爷比较拔的最多。师爷，请问他的刺儿拔光了没有啊？还没有。还得继续拔。孙教练那个刺儿还在身上，但是已经拔了很多了。你觉得他的刺到底是想刺自己呢，还是刺别人呢，还是怎么回事？其实他的刺在刺痛别人的同时，刺痛的是他自己。其实马虎在主动自己在往下拔，而这种拔刺其实最疼的是他自己。啊！
出来呀！我不睡觉了。如果没有打球的话，已经上了管教所了。所以来到这儿之后，我就不适应北京的生活，所以当时我就下决心了，我不光基地的老师们拔，我自己也要拔这些刺。我想长大后进专业队，见到专业队，在专业队打球挣钱，想用这些钱再来接贫困的孩子。8、9、10。我想丁真也应该是听了很多关于基地的故事了。我们现在请丁真来念他的文本，好不好？好，可以。好。大家好，我是丁真珍珠。今天呢，我分享一下礼堂青春。我讲的是藏语。礼堂个朗读。你听，那礼堂里的，俺的那个，世上个康巴咁难，聊从那路上等着西，俺样路西等着西，康巴咁菜的康大个，聊从那三着心里里，俺呢，才人心个人切，可以，个人当切比对手。聊从那娘子，你记了你所写白的，各种强等着你。俺从如果拦着西，那一把也在过我当，也共了很木头啊的。你的刚起码多嘛了那讲个嘛的，俺从我记了从阿妈的，我不当天的从阿的，大就用着西。他看着他去等着你。好，最后一开门。我们关一下门。好，关上。阿妹亲的什么聊啊的？那阿妹里比说哈了哈讲个，要去亲们跟我录几了啥球个人。俺今年的了那个哈讲个人，一样能听个么事，能听哈讲转头点吧些人。丁真可不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至少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干活的时候全部都要村子里人全部都要去帮忙。大家要去帮忙。对，我们比较年轻的人全部都要去山上啊骑马，下来的时候妈妈也做饭认当。哦，他好像是在描述一下你们的生活的感觉，是不是？对，很自由，做什么都很开心。做什么都很开心。现在的这样子出来，然后做很多的工作，其实是离开家蛮长一段时间哦。对。会不会很辛苦？要说实话啊。现在礼堂越来越好了，游客也更多了，很高兴能为家乡做一些事情。以前没什么做过，我想做，但是没条件。现在有能力了，想要做的事情也更多。孩子们好，我是丁真。这个书房呢，爱心人捐给你们的。这里的书，网友们寄给我的，我要送给你们。现在这个书房属于你们了，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学得开心，玩得开心。可是他走遍了全世界，也没有找到意中人。那些公主总有些地方跑到桃园里吃桃子。有一天，有几位仙女来嘛，他们觉得孙悟空应该变。
现在我们已经建立了好几个书房，弟弟妹妹们每次来都很开心，我也很开心。还有一个主人要念的，你们知道是谁对不对？大声一点。小双，你看这么多人想听你念。我这篇文本是6月12日写的，交给之后丢了，然后呢，在刚刚抓紧补了一份，然后呢。这篇文本主要讲的是基地的6年的变化。基地创建已经6年了，这6年里，基地发生了很大的事情，然后我也发生了很大的事情。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是在小汤山，后来我们慢慢的搬到了南溪家，然后我们在那儿生活了4年。我们代表亚洲去美国打世界性的比赛，虽然说成绩不咋样吧，然后获得第7名。当时我很伤心，然后我和宋朝也在那里哭。你就这么一次比赛多难得啊！然后因为我们努力了，但是没有得到自己的成绩，就是感觉过不去，就跑回了老家。在老家里，就是觉得自己失去了一个人生的规划嘛。孙然就去家里接我好几次。孙然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输了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去面对困难。”然后我记住这句话了。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了我和现在的U15的队员在以前南溪家的时候，生活的很开心。我就想，我为什么当初那么开心？我回到家之后，明显是没有了自己的未来的希望，而且为什么不要回到基地和大家一起相处呢？然后呢，我就慢慢的回到了基地了。我非常感谢的就是孙教练，孙教练如果不让我回到基地的话，我就没有我的新的人生规划。我这回来不是来带走你，是我来看看。我还想告诉你一件事，我特别骄傲的一件事，是你把基地当家，基地就是你的家，基地也是我的家，我把你当我的孩子，为什么？这怕什么呢？有任何困难扛过去就完了呗，只我不死。小庄，咱们一起努力。那孙教练，你怎么对他现在的期望是什么呢？我对他的希望就是，既然也回到了队里，尽量赶上大家，完了之后。真正再重新把咱们的理想、把咱们的梦想继续完成，让他最后真正长大了，变成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好，我们非常谢谢你，谢谢小双，谢谢张老师，谢谢。孙教练，哎，其实我知道今天你有一封信是要送给师爷的，是不是？是。又是你哭了啊！师傅。前2天看着一张您跟我们一起在11小的一张老照片，想起87年那会儿，您带我刚进队的时候，当时我成绩不好，球打得也不好，就跟马虎一样，是个问题少年。如果不是您，我一定不是现在的孙令峰。是您在我最重要的人生节点上。给了我改变人生的最重要机会，在您眼里，只要是您教育过的孩子，您都会给他们机会。是您给了我一条正确的人生路，我就想，或许我也可以跟您一样，给到别人机会，所以才开始了做咱们现在基地的想法，才有了现在这68个孩子，才有了咱们现在这个大家庭。
30多年过去了，师傅从青壮年慢慢变老，但是对棒球的激情、对球队的热情、对孩子的亲情，从来没有变化。我只希望师傅您把身体保养好，健健康康的，再影响我35年。因为您在，咱家就在。您的孩子孙令峰。好。啊，那张照片我也看过，是，我特别感动。我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我说：“哎呀，你就坐在前面最左边啊，在那个角落上，你那个时候才几岁？7、8岁吧。他不是队里的第一批，后来呢，他从事其他的运动，什么摔跤啊、拳击，他什么都玩。玩的当中呢，从就是特别有个性，所以就给他补充进来了。师爷，您是不是特别喜欢这种特别顽皮的孩子？顽皮的孩子好，虽然年少的时候顽皮的，可能将来会更有出息。而且他们更知道感恩。所以你这么多年来，你教的孩子们个个都是在你手底下都变成一个非常温顺的绵羊了，已经快。啊？没有吗？我觉得他们不单在球场上，在生活当中也有野性，让他们能生存下去，让他们能发展下去。那种品质特别重要。是因为我现在我们也，譬如说我们也看到丁真，他也是为了礼堂，他必须要出来做很多很多的工作啊。某一些时候，我觉得是一种压力，有没有压力？有的。所以就是我有的时候也很心疼。至少我看到像你们基地的这些孩子，在你们的这个照顾之下啊，他们受到绝大的保护的。其实这就是从小师傅给定下的规矩，先做人，再学习，最后打棒球。当初这个孙教练跟您说有这么一个想法的时候，您会不会觉得有点天方夜谭的感觉？没有。当时我想的特别简单，那么这批孩子都是困境的孩子，我要尽我的力量。第二个，小孙是我学生，他传承我搞棒球一辈子，他接过来，我一定要帮他。第三个，我喜欢棒球，我这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事。所以来了以后，我天天在想，这10年，原来定的就是抚养他们到18岁。那么你在这儿训练8年，训练10年，他走出这儿以后，他能不能生存？他怎么生存？能生存，我们给他什么？这是在基地这10年要给他的东西。这从小就是我师傅，就刚跟张老爷子，他就一直传递给我们的。那等于现在不是老爷子一直在这么传下来。其实这就是真正的，就我认为就是棒球精神、体育精神，还是咱们中华民族的精神。你心里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其实我最开始认为最大的就是社会信任，是吧？就这件，因为在这件事儿，其实咱们现在的这个状态都是质疑，对你做这件事儿的质疑，而且咱们自己实事求是讲的能力不足以做这么大的事儿，它其实需要更多的真正的力量来支持这件事儿，而这个过程它需要一个信任的过程。他一路走来，你觉得丁真有变吗？去年11月份到现在，成长是进步还是很大的。从一个牧民的孩子啊，比如说他在待人接物，以及面对更多的人际交流各方面，我觉得都有很多的成长。我觉得这个可以感受到，他从小的生长的环境是很温暖的，很爱妈妈，跟弟弟一定也很好，然后跟朋友也很好。
跟大环境、大草原也很好。看到他们最纯真的笑容，这就是青春的开始。师爷、孙教练，棒球就是棒球基地孩子们的守护者。大草原、大自然、隔涅雪山守护着丁真的纯真。我们也应该成为他们的守护天使，守护着他们的青春。我比较好奇，你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生活？赶牛，赶到山上，随便放，随便他们跑，也放了，也放，会不会不见呢？对了，在明天才找。